是这样，今天早上的会啊，你没参加。我跟您请过假的。我知道。我是说呀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律所接下来要进行一些调整。您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律所要成立一个公益事业部，这个公益事业部呢，由我直接负责。公益事业部呢，要设立一个远程法律服务办公室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去那儿怎么样？好，我听您安排。好。那么你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远程法律服务，在线回答各种问题。那没问题，这个业务我特别熟，以前我也经常在网上给各种人解答。只是以后具体的案子，你就不能再参与了。为什么？我可以两个都做，我顾得过来，我不怕辛苦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没有律师证，按照规定，你不能独自承接办理各种案子，也不能以律师的名义洽谈、承揽、承办各种业务，必须得有老师带着你才行。那如果就像以前那样呢？我跟着您做。是这样。以后呢，我的很多精力，可以说是主要精力都要放在管理上。我之前的很多案子，包括客户，都得分给其他同事。我也想过，以后让其他老师带你，可是你知道，其他老师就一定会在意你的学历。而且我们马上要实行双向选择了，你不要不说话嘛。这就是换一个新的岗位。这样，你要实在不愿意呢，或者说你还希望像以前那样，我也想过，等麦飞来了，你跟麦飞做他的助理。我去新部门吧。你别哭嘛，啊？谢谢。德谢啊，从你进律所第一天你就跟着我，我想我有这个发言权。我是一路看着你的成长，你比之前成熟多了，所以我想说，我特别希望你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工作，并且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好。而且，律所还专门在楼下给你找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。楼下，我不要去楼下。那你不去怎么办呢？这个工作主要就是接电话、上网、回答各种问题。如果你还选择坐在原来的位子上，不光别人会打扰你，你也会影响别人。那我可以坐那儿吗？那是狄坤的位置。狄坤她怀孕了，她是高龄产妇，早就已经请好假在家里保胎了。连上生孩子加哺乳期的话，她今年年底都不会出现。我可以坐那里，我坐那里，我又不会影响别人，我不需要什么独立的办公室，好不好？你是说你要做我的秘书？那公益事业部的工作，我做，我两个都可以做，我不怕辛苦。我兼职做您的秘书，我就拿1份工资。好。律所现在开源节流，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给我一个率先垂范的机会？那我可以坐那儿吗？如果我不答应，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哭啊？然后还要在背后闹我？
以后吃一堑长一智吧。我拿什么赔？我如果这次过不去，我真的就没有以后了。刘主任，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，到现在还没出月子呢。这事我都没敢告诉她。这事儿你让我想想吧。你先回去吧。刘主任，起来。刘主任，你一定得帮帮我。你先起来。罗主任，罗主任，你一定得帮帮我。我现在不光有孩子，我还有父母要养呢。我爸妈这辈子都没挣过1000万，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外面都赔人家这么多钱，那非得急死我呀！我怎么能忍心让他们到了这个岁数还替我担惊受怕？罗主任，我真的太冤了，我太冤了！是顾姐找的我，说让我帮她朋友一个忙，我就去了，我没多想别的，但我万万没想到她不认账了。罗主任，我知道，我没脸求你，我也没办法了呀。除了你，也没有人能帮我了。如果你要都不帮我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律所赔好了。起来。起来！你再不起来，我就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啊！赵旭，我希望你能记住，我是因为希望你能站起来，才答应帮你，而不是因为你跪着我才答应的。所以，你不能辜负我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是遇到什么事儿，不管是在哪儿，你都得给我好好站着。记住了吗？记住，罗主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。从今以后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会好好站着。谢谢你。回吧。关键是赵旭这次犯的错误太低级了，人家口述了一遍遗嘱，他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，就自己听了一遍，回律所给他整理出来打印好，拿去让人签字。结果当时人家浑身上下都插着管，没法签，就他自己就给代签了。那肯定要判无效啊！你的代书遗嘱是你凭记忆整理的，你怎么就可以确认你的记忆就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呢？对呀，当事人是顾杰的朋友，是顾杰让他去的。
说就帮人家一个忙，收了几千块钱。哎，以后这种忙你可千万不能随便帮，熟人的忙有时候更不好帮，你帮不好人家还告你。罗宾老师找我，我先去啊。去。什么事儿？您找我过来的。我看你刚才在外面好像有话要对我说。我刚才看见赵怎么回事啊？你答应赵旭了？赵旭当时是咱们所的律师，而且合同也是跟我们律所签的，所以要告，别人肯定也是先告我们律所。那我们也可以向赵旭追偿。他没有钱，他没钱，那我们就申请执行他的房子。那也不够啊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他挣的每一笔钱都要先赔偿我们。如果他还没钱，我们就把他列入老赖名单。黛西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何塞老师说几句话。好。你坐。我呢，就是觉得不太落忍。你也知道，赵旭他根本就不是存心的。你这就是动了妇人之仁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答应了他，那合伙人怎么办？啊，咱那些股东怎么办？凭什么他一个人犯了错，所有人为他买单啊？我会说服大家的。这么着，你先说服我。你要喝点什么？我不喝咖啡可以吧？恕我直言啊，你这么做，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听着赵旭在那千恩万谢的，你心里边觉得特别的爽？何塞，你了解我，这事儿跟面子没关系，咱不讨论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也不行，你不能说你做了老大了，所有的事儿就都你一个人说了算。那谁说了算？投票，票数多的说了算。各位同仁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，赵旭当时就是我们所的律师，对方客户也是跟我们签的协议，所以如果对方告，肯定也是先告咱们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根据法律规定啊，律师违法执业，或者是因为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应该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。但是我要说的是后半句啊。律师事务所赔偿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进行追偿。我同意何律，咱们应该向赵旭追责。我也同意何律。是这样，赵旭呢，他的确是犯了错误，可是我想，请大家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如果说犯这个错误的人是我们在座的各位，那么各位是希望律所来共同承担，还是由自己本人承担呢？罗律，我有话直说了，我觉得您这是妇人之仁。赵旭犯的错，让我们来买单。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拘着面子，不好意思说，心里都不痛快。人家新官上任，都想着给大家发点福利，增加凝聚力。您一来就让我们交罚款，人心向背啊，是吧？丽娜，你说说。我懂你们的意思，我也不想自己掏腰包，但是赵旭毕竟还很年轻，我怕他会想不开。哎呀，丽娜，你就别说了啊，你就说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吧啊！反正我认为啊，我们应该向赵旭追偿啊，不然赏罚就不分明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伙举手吧，举手表决吧。举手之前，我想再说几句。各位，这件事情如果让律师个人承担赔偿，那就等于是让律师个人承担所有的风险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以后律所的律师，谁还愿意接有难度、有挑战性的案子？
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有赚有赔，我们也要赔得起，赚得起嘛。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应该齐心协力向前看，齐心协力拿下柯东。今天我也正好向大家通报一下，柯东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并购计划，涉及到几万个专利，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专利资产。柯东签下来了？会签下来的。那要是签不下来呢？你去看看。我们继续讨论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可能吃坏东西了吧。谢谢，丽娜姐，我没事儿，你赶紧回去开会去吧。你真没事啊？没事儿。您好，焦总。以后叫焦恩哥。焦恩哥，你说我听说了一些你们律所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罗老师，会议纪要我已经帮您整理好了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刚才那一阵儿，我现在已经好了。你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吗？没有。那我看你一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晃悠。啊，您昨天不是说我以后兼您的秘书吗？所以我就出现在那里。哦，对，今天一早来了就一堆事儿没顾上。这样，我让丽娜马上发一个行政公告，主任助理兼秘书。这个头衔你还喜欢吗？谢谢。可是我怎么还是觉得你好像不太高兴。